我一直很好奇，这老外拍的电影不需要审核吗？大尺度的裸镜头毫不遮掩地搬上荧幕，剧情的恶心程度让人产生强烈的生理性不适。可电影越是重口味，反而更能激发小变态们观看的欲望。就像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丑陋的季节》，导演以经典童话《灰姑娘》为蓝本，进行了暗黑风格的颠覆性改编，讲述了女主未得王子青睐，被迫接受一系列残酷又血腥的身体改造，最终一步步走向极端的故事。友情提示：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请谨慎观看。故事的女主名叫艾拉，她非常喜欢朱利安王子写的诗歌，一度幻想着能嫁给王子，过上王室的贵族生活。可现实中，她只是平民百姓，根本没有接触王子的机会。直到这天，艾拉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母亲瑞贝卡带着她和妹妹艾玛改嫁给了一位贵族老富商。在牧师和孩子们的见证下，瑞贝卡和富商举办了婚礼。这也意味着母女三人不再是平民百姓，而最右边是富商的女儿艾格尼斯以及家里的马夫伊萨克。当天夜里，一家人围在桌上庆祝，为了活跃气氛，富商还将蛋糕砸在了艾拉脸上。调皮的举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许是兴奋过度，富商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当场便口吐鲜血，死在了餐桌上。第二天，艾拉来到房间安慰艾格尼斯，却从对方口中得知父亲早已破产，要不是惦记瑞贝卡的钱财，绝对不可能和他结婚。艾拉急忙跑去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此时的债主们正在上门讨债，得知他们没钱还债，当即便没收了家畜和耕地来抵消债务。当众人离开后，瑞贝卡当场气得瘫倒在了地上。一个老寡妇带着2个女儿，好不容易嫁给了富商，实现了阶级跨越。对方死了也就算了，竟然还是个穷光蛋，这让瑞贝卡很是绝望。艾拉却表示她可以和王子结婚，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艾拉也深知以自己的样貌，王子根本不会正眼看她。很快，皇宫的信差传来了好消息，国王将在4次月圆后邀请全体贵族淑女参加城堡舞会，王子将在舞会上挑选一位新娘结婚。作为艾格尼斯的继姐，艾拉自然也收到了邀请。看着邀请函，她再次开始幻想王子骑着白马，她靠在王子肩膀上的浪漫场景。为了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母亲斥巨资找了一位整容医生，准备对艾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医生给出了明确的改造方案。妹妹艾玛突然发现护士正在擦拭地板上的血液，显然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可母亲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艾拉嫁给王子，她愿意支付双倍的价格。医生先是用钳子硬生生拔掉了艾拉的牙套，接下来是对鼻型的改造。只见他拿起工具，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凿断了艾拉的鼻梁。而距离参加舞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当地有专门的修身学院，会对女孩们进行培训。Välkomna till gamla och nya elever. Som kungadömets ledande etikettskola så har vi fått det ärofyllda uppdraget att inleda prins Julians bal med en dansuppvisning. Ett urval kommer att göras av mig och Madame Vanja. Vi kommer att dela ut en huvudroll och 2 biroller som kommer att ge de utvalda en unik möjlighet att få visa upp sig för prinsen. Detta, mina flickor, kommer att bli den viktigaste kvällen i hela era liv. Det kommer att vara smockfullt av grevar, baroner och välbeställda köpmän. 学院主要针对形体礼仪以及舞蹈方面的培训和选拔。舞蹈老师似乎并不喜欢艾拉，直接让她站到了后排。Du. Bakåt. Agnes framåt. Jeszcze raz. Bakåt. Pozycja głowa wszystko widzi. Förstår du inte?
除了每天参加培训，母亲也在严格控制艾拉的饮食，其他人的餐盘里都是满满的食物，可艾拉却只有一碗柠檬水。艾格尼斯趁机询问继母关于父亲下葬的日期，瑞贝卡却表示她现在负担不起丧葬费，因为她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资在了艾拉身上，所以只能等艾拉结婚后再做打算。这让艾格尼斯很是气愤。当他来到父亲的停尸房，发现房间围满了苍蝇，父亲的尸体已经逐渐腐烂，可艾格尼斯并没有理会，继续参加每天的培训课程。不久后，学校公布了考核的晋级名单，大家纷纷寻找自己的名字。艾拉非常忐忑，本以为会落选，却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他既兴奋又意外，似乎与王子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直到第二天的舞蹈课上，艾拉才得知是母亲贿赂了舞蹈老师，才给了他晋级的机会。相比于艾拉，老师更喜欢天生丽质的艾格尼斯。在控制了一段时间的饮食后，艾拉依旧穿不上漂亮的衣服。原来她经常把食物藏进抽屉来当夜宵。第二天，她来找索菲老师请教，老师认为她很有天赋，并传授了保持体型的方法，里面装着一颗绦虫卵，只要将它吞下，完全不需要控制饮食，寄生虫会在体内吸取食物营养，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等到变瘦变美后，再用解药将寄生虫杀掉。艾玛听完认为她纯属有病，为了能嫁给王子，竟然相信这种奇葩的方法。当艾玛离开后，她直接将虫卵吞进了口中。接下来，艾拉遇到了2件炸裂的事情。她听到不远处传来男人嬉闹的声音，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到王子和2个朋友在打猎，他们说着污言秽语，满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艾拉被王子的背影迷得神魂颠倒，不慎脚下一滑，发出了声响。王子看了她一眼，对她进行了一番羞辱，吓得艾拉赶忙逃离。可即便如此，她还是躲在一旁偷看着王子。到了傍晚时分，艾拉回到了古堡，在经过马厩时，听到了艾格尼斯的叫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悄悄来到马厩查看，却发现艾格尼斯正在和马夫做那种事情。原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只是碍于各自的身份地位，不敢公开承认。第二天，艾拉向母亲告状，继母得知此事，非常的生气。Du har ingen rätt. Jag har all rätt! Du ska prisa dig lycklig over at jeg ikke setter deg på gata, ditt lille ludder. 虽然没有将艾格尼斯赶出家门，但却惩罚他以后要像佣人一样干活，还禁止他出门参加舞会。可马夫就没那么幸运，直接被继母赶出了家门。艾拉躲在屋内兴奋不已，继妹参加不了舞会，就意味着自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于是他从桌子下拿出私藏的食物，开始慢慢享用。很快，时间来到了3次月圆后，母亲拆掉了艾拉的鼻套，加上减肥的成功，艾拉整个人的容貌明显提升了不少，这让母亲无比的欣慰。可当艾拉望向窗外，还是感觉自己比不上继妹，于是她再次来找整容医生，准备做睫毛延长术。当看到护士的眼睛，顿时让艾拉感到不安。只见医生把穿好线的睫毛放在下眼睑，然后利用钩子扎穿睫毛根部的皮肤，直接将假睫毛和皮肤缝合。当天夜里，艾拉疼得睡不着，体内的寄生虫急需食物来提供营养，她只能起身来厨房寻找吃的。艾格尼斯还以为家里进了小偷，当他发现是艾拉，并没有因此选择报复，还将食物递给了他。而舞蹈老师本来想让艾格尼斯站在 C 位，可继母禁止他参加舞会，所以只能另选他人。艾拉成功得到了继妹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艾拉体内的寄生虫逐渐长大，营养不良已经导致她大把的掉头发。可为了保持身材，艾拉依旧没有服用解药。时间很快来到舞会的前一天，母亲特意找服装师给艾拉定制了一套礼服，好让她惊艳全场。照镜子时，母亲发现她严重掉发，好在服装师带来了定制的假发。到了深夜，趁着艾拉去偷吃夜宵，艾格尼斯来到她卧室，想要偷拿一件礼服，准备参加明晚的舞会，却正好被艾拉撞见。他愤怒地冲上前撕扯衣服，阻止继妹参加舞会。好在母亲及时赶来，继妹才拿着撕坏的礼服慌乱逃离。母亲安慰艾拉，她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王子不可能看上她，这才让艾拉放下心来。与此同时，艾格尼斯来到了停尸房，他难过地趴在父亲的尸骨上，一束灯光出现在头顶，他竟然看到了去世的母亲，周围仿佛被施了魔法。父亲身上的蛆虫逐渐变成了家蚕，开始修复破损的礼服，还变出了一双漂亮的舞鞋以及一辆南瓜马车。母亲表示，午夜时分马车会变回南瓜，
这让艾格尼斯重新燃起了希望。很快，时间来到舞会的当晚，艾拉穿着定制的礼服准时到达城堡，很多贵族女孩也纷纷在大厅等候。艾拉突然感觉腹中饥饿，显然正常的饮食已经无法满足绦虫所需的营养。就在此时，司仪开始宣布前来参加舞会的姑娘，她们的出场方式很是独特。母亲跟在身后，看上去仿佛提线木偶一般。司仪向众人介绍女孩的年龄以及身高体重，包括平时的兴趣爱好。她们犹如拍卖会上的商品，被贵族们来回挑选。到了艾拉出场的时间，王子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索菲老师还不忘炫耀，是他亲自重塑了艾拉的身形。艾拉开始模仿温顺的小狗来吸引贵族们的注意。当他向王子行礼时，王子却盯着他的胸部，显然没认出艾拉就是之前遇到了丑小鸭。到了表演环节，姑娘们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舞蹈。艾拉站在 C 位，美得像个花仙子。她自信的表现似乎赢得了王子的芳心。接下来，王子开始挑选自己的舞伴，他直接走到了艾拉身旁。这一刻，他无比的幸运，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可舞蹈刚跳到一半，一位蒙面女孩姗姗来迟，王子竟然抛下艾拉走向了对方。相比艾拉，王子显然更喜欢纯天然的美。艾拉气得咬牙切齿，委屈和不甘瞬间涌上心头。偏偏肚子里的绦虫也开始作怪，他急忙跑出会场，吐出了一滩恶心的东西。绦虫竟然在肚子里繁殖了新的虫卵，母亲也赶忙追出来查看。可他并不关心艾拉的身体状况，而是让她去讨好其他的富家公子，因为只要随便嫁给其中一位，后半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为了让艾拉振作起来，母亲直接给了她一记耳光。艾拉重新回到舞会，开始和其他男人跳舞，可眼睛却一直盯着蒙面女子，直到舞蹈音乐结束，才看到对方竟然是艾格尼斯。当午夜的钟声响起，艾格尼斯回到了马车上，只留下了一只鞋子。王子向众人宣布，谁能穿上这只鞋，便可以成为他的新娘。回去的路上，艾拉对姬妹的仇恨已然到达顶点，她气冲冲地下了马车，而姬妹乘坐的马车果然变回了南瓜。艾拉拿起菜刀威胁，向姬妹索要另一只鞋子。Ge mig skon! Ge mig den! Nej! Sinnessjuka allihopa! Det var henne! Elvira, kan du vara så snill och gå och lägga dig? Det var henne! Elvira, gå och lägg dig nå! Vad med vampyren? Kom här! Nå! Håll dig. Jag måste pissa. Du hade din chans. Stick! 看着那只鞋子，艾拉的内心已经扭曲，因为她的大脚根本穿不上，之前所努力的一切全都是徒劳。可艾拉依旧不愿面对现实，她捡起地上的菜刀，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只见她将鞋子对齐脚后跟，划出了多余的标记，然后把脚放在凳子上，准备砍掉自己的脚趾。母亲闻声赶来，发现艾拉砍错了脚趾，因为王子拿的是左脚的鞋。为了帮女儿圆梦，他拿起菜刀直接砍掉了左脚。脚上的疼痛让艾拉意识模糊，脑海中再次开始了幻想。只见王子前来迎接她，自己还穿上了那只舞鞋。可美好的幻想终究不是现实，失去脚趾的艾拉已经无法行走。
此时外面传来王子驾到的声音，请贵族淑女们出门迎接。艾拉依旧不愿放弃最后的机会，强忍着疼痛爬向外面。可就在下楼时，身体突然失控，脸部重重地砸向了地板。他不仅磕坏了门牙，就连鼻梁也骨折变形。艾格尼斯看到他的惨状，并没有上前搀扶，而是选择下楼迎接王子。Den passade! Jag har funnit min prinsessa! Vackra jungfru, hur jag har längtat efter dig. 王子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可这场用华丽外表堆砌的爱情不过是易碎的泡沫。当彼此的不堪暴露，感情终将会分崩离析。艾拉似乎也接受了现实，所谓的童话爱情不过是现实精心编织的谎言。经过艾玛的开导，艾拉决定服用解药结束这场闹剧。当药水吞进肚子里，艾拉吐出了一滩污水。接下来的剧情可能会有些恶心，请大家选择性观看。Den kommer ut.艾玛捡起虫子，将它一分为二。第二天一早，她偷拿了母亲的项链，准备带着艾拉离开这个破碎的家庭。本想和母亲告别，却发现她正在和男人做那种事情。望着母亲扭曲的野心，她眼里最后一丝期待彻底熄灭。艾玛明白，如果继续留在这窒息的牢笼，迟早会沦为母亲跨越阶级的筹码，重蹈姐姐被现实碾碎的悲剧。她只有逃离这冰冷的囚笼，才能挣脱世俗的枷锁，触摸到真正的自由，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以上就是电影的全部内容。丑陋的季节不只是对童话的大胆改编，更是对当下诸多社会现状的尖锐讽刺。电影中，艾拉为了迎合王子的审美，不惜吞下虫卵，削足适履，正是映射当下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外貌焦虑。人们为追求所谓的完美外表，盲目跟风整容、节食，甚至伤害自己。而艾格尼斯看似凭借美貌获得了王子青睐，实则将命运拱手交于他人评判，用外表换取所谓的幸福，最终只会沦为审美体系下的提线木偶。而母亲将女儿当作跨越阶级的工具，无视艾拉的痛苦，暗指现实中某些被功利扭曲的亲情。而王子的粗俗与虚伪，则讽刺了那些被光环掩盖的权贵阶层。这部电影让我们反思，别在虚假标准与功利追求中迷失真实的自我。